你就那么确信萧南王会安分守己？他不敢动，至少现在不敢。方才在王府，你说谢艳芳一定会落子，你似乎了解每一个人。不是了解，是谋算。就像下棋，需要预判对手10步以外的棋路一样，我只是算得比旁人更远一点。他说的不错。什么？谢三与我确实不同，他对你也确实更有助力。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我7岁时，谢家祠堂最高处。那时我开始模仿他的一举一动，模仿他的言行举止，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变得和他一样，哪怕是成为他的影子。看着我，你记住，阿九，你不是任何人的影子，你也不需要像他。可你曾那样的夸奖他，你曾那么坚定不移的相信他的每一个决定。阿正，我知道这样说不对，但我十分妒忌他，甚至我宁愿继续做他的影子。或许这样，我能多帮助你一些。我说过，你不是谁的影子，你也不需要像他。傅九也好，谢燕来也罢，你是你自己。我自己。我是一个不被任何人期待的存在，包括我的爹娘。你爹娘骗你，但他们心里还爱你。我爹恨我，我娘怨我，甚至连我的兄长都算计我。但你还有我，被至亲所骗，是剜心之痛。但若因此质疑眼前人，才是正中了他人下怀。对不起。相爱不相依，白首如初见。那千机燃血饮又是怎么回事？那是我当时临行前谢三给我的。他告诉我，千机燃血饮是谢家嫡系子弟才可以接触到的秘药，在生死关头可以保命。我当时非常相信他，也没有怀疑这个药的作用。谢艳芳不会跟我说实话，我要回高阳查清楚。现在？不错。你先回楚都，等我查完以后，立刻回去找你。嗯。等我回来。这局，你有几成把握？
萧玄可已死，但萧南王却也不会善罢甘休。我都知道，但是再等等看。到底在等什么？在等谢三，等他带阿宇御驾亲征的消息。你倒是信他。哼，连隔空联手都做得那么有默契。我只是觉得他应该懂我这步棋。他不只懂你，他懂天下所有人。这谢三能得到长公主的信任，倒是让人不意外。阿九，你这语气，莫不是……我只是提醒你，谢三此人最擅长黄雀在后。他此番这样帮助你，定是另有居心。那又何妨？我可不稀罕谢三公子的真心。王爷看起来似乎不太开心。不过你们真的以为你们就赢了？萧玄被抓，他的命在我们手里。本王有一妻，妾三，共生养了7个子女。所以王爷的意思是，这个儿子的死活无关紧要了。阿寻他很孝顺，我登基以后会追封他为太子，不如我追封你为太子妃，和他泉下相伴呢？你敢？果然，天家无父子。殿下不也是在宫变中踩着鲜血才登上长公主的位置吗？怎么你天真的以为你抓了阿寻，本王就能投鼠忌器？既然王爷连世子的性命都不顾了，想必乱臣贼子的名头更不在乎了。你以为本宫抓萧寻是为了要挟你？本宫是要让你知道，我能随时取他首级。若你再执迷不悟，本宫会让你消失王府，连条枯坟的野狗都不是。萧红，只要本宫活着一日，萧南就休想染指皇位。你谋划了这么久，就替人做了嫁衣，你甘心吗？我只知道，王爷必须得答应我的条件。长公主体恤王爷，特意为王爷准备了降书，只要王爷盖了大印，即刻发王出。本王为了平息本次叛乱，连世子都交出去了，你又能给我什么呢？镇国王的称号，王爷以为如何？你我都知，此乃鸿门宴。你若进了萧南王府，那便是羊入虎口；你若是成为了萧南郡的人质，楚都恐会左右为难。
你多虑了，太傅和谢艳芳巴不得我殉国呢。你信不信，他们连追封的谥号都想好了？此事绝非儿戏，你可当真想好了？我知道你的担心，萧南王这个老狐狸，连谋反都要打着护驾的名号。若是长公主死在萧南王府，你猜史书会怎么写他？这逆贼的罪名，不想担也得担上。所以，阿九可愿陪我赌这一局？当然，莫说是萧南王府，即便是黄泉地府，那也得去。这一次，我们都要好好活着，必须活着。本宫是大楚长公主，自是不能看大楚崩乱。本王之前说过了，一直钦佩楚将军，又十分欣赏楚娘子。你看，你与本王联手如何？如何联手？本王如果称帝，那阿寻就是太子，你依然做太子妃，以后你就是大楚的王后。我还可以答应你，掌管边军的兵权，且独立于朝廷虎符之外，如何呀？原来做萧寻的王后，还能换得这样的权利啊！本王没有跟你说笑。我知道，王爷是真心实意，但很可惜，本王给你的还不够吗？你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请王爷止战。哼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本王可以说服你，你没有资格说服本王。我也不是来说服王爷的，而是来威胁王爷的。你如何能威胁我呀？萧寻，这位就是谢统领吧？早闻威名啊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我效忠的是陛下，是长公主，是大楚江山。谁谋害皇嗣，谋害长公主？便是我这剑锋所向。果然是以一敌百的英雄。少年有为。王爷可知，能以一敌百的不止谢统领，还有龙威君。龙威君，龙威君，王爷一定听说过吧？那是我爹倾心尽力培养的，他们神出鬼没，可以伪装在各处。王爷又怎知你这萧南王府就没有？若是王爷今日肯退兵，便当无事发生。这就是你刚刚说的威胁。你想用龙威君杀了寻儿，还想杀本王？城外5000兵马，城内5000龙威军。倘若里应外合，王爷又该如何应对？来人，准备上房，好好的款待长公主。房间里安排的那几个人可以撤掉了。内宫太查气息不稳，不堪大意。葛大神，参谋寨的弟兄们又来相助，楚朝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先前对抗萧南追兵，已是连累大家。如今望城危急，
青玉要拖累你们。话这么说就见外了。我们苍木寨虽是山匪，却也知晓什么是大义。敌军当前，谈什么拖累？我对苍木寨的承诺一直有效。记着。长公主说的没错，末将搜城发现了10几名朔漠人和部分武器，已经全数缴获。赵大人，布防图。朔漠兵取道萧南郡，而萧南郡山路崎岖，他们的粮草辎重肯定所带不多，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心浮气躁。对，方才在城墙上的确听得马蹄声杂乱，所以他们迫切想拿下望城，以望城为据点补给粮草，在前后夹击云中军。若是萧巡此刻带萧南郡的人马增兵朔漠，我们应当如何？以我对萧巡的了解，他既要借朔漠这把刀，必然要等刀见血才肯现身。他要等朔漠兵占据望城，这3000借道的朔漠兵就是他给朔漠的诚意，所以他的人暂不会有所行动。朔漠3000，对我们800，他们还是更占优势。望城城防物资有限，要如何取胜？我阿爹说过，历来打仗并非比谁的兵多，如今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大楚如何以少胜多。长公主讲得好，你可有什么谋划呀？阿九，可有打探到敌军粮草和水源？在望城东侧有一条小溪，乃是朔漠人的水源；只有望城西侧乃是朔漠人的粮草，而且只有明寿。赵大人，水路上游可有支脉、隘口等水脉地势？你要断掉他们水源？城外5里处有条水道，每到旱季便会干涸。如果引水倒是可行，只是我们现在无法派遣民夫前往。这个交给我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别忘了，我们可用鼓哨联络城外苍木寨的伙伴，让他们在水道处连夜行动。那就劳烦葛大神安排。你刚说西门有暗道？暗道通往此处，只不过是先帝年间修的，早已废弃了。阿九，你方才说粮草在西侧，对吧？不错。那即便是废弃暗道，也能为我所用。赵大人，传令下去，全城百姓庇护，严禁与城外来往。是。另外，将守城物资和粮草全部调往城南。北门敌军最多，你反倒把城防物资往南门堆啊？调虎离山。不错。这城门都封闭了，你拿什么传递信息引朔漠人攻打南门呢？朔漠3000兵马围城，必定料定城内人心浮动。若此时有人携城防图投诚，你们说他们会不会信？那急于破城，当然如饿狼变肉。我在贪生怕死之态，我骗不过朔漠人，我去。你一个斥候，凭什么取信于敌？我凭何取信敌军？长公主应该很清楚，不是吗？此去九死一生，你可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混账！大敌来犯，你还敢提什么条件？我知道你的条件。此战若成，你活着回来，我为你向朝廷请封。朔漠人真相信他带去的假线报吗？不，我让他带去的是真的布防图。毕竟我确实把粮草运往了城南，没有什么比用真相编织一个谎言更容易取信于人。葛大婶，你先去联系城外。朔漠人确认了梁强带去的城防图后，必会增兵南门。此时西门守备减少。阿九、葛寨主，你们趁夜从城西暗道出城，火烧敌军粮草，乱其军心。钟叔、葛大婶，你们火起为号，待敌军大乱，
率800精兵从北门出城冲阵，一举击溃朔漠主力，再逐一击溃四散队伍。得令。此战凶险，大家务必小心。是。大帅，可让东西两门率先发起进攻，而后我等率领主力一举攻破北门。报，在望城南门抓到一个奸细。将军，我特来献望城布防图。城内共500守军，皆装备陈旧，疏于训练。望城城外东侧水源已被切断，1日内便会完全干涸。城内粮草皆屯于南城，此时南城守卫最少，我们若从南门进攻，可迅速拿下望城。你一个叛军之将，为何要帮助我们？我粮食全族，皆因宫变，无辜惨遭流放，大厨皆视我为草芥，我又何必为他守节？那你所求何物啊？若顺利攻破望城，我愿助将军攻打云中郡，取楚灵儿代之。调虎离山，你们是想引我们去南门呐？啊，诡计多端，当杀！主帅，是我来报，王城粮草都运往南门集结。带下去。传令，东西驻军各调一半去南门，速速从南门破城。是。主帅，粮草起火，大树烧了我们的粮仓。什么？着急了！着急了！重点是天亮，今晚必须回城夺粮。是。将士们，对我重构
硕木打赢。苏木退兵了，此战歼敌2000，我军折损300，中将军已率兵回城。好，太好了。谢燕来呢？还没有消息。我答应过你。